1个月5000家用，仍然阻挡不住婆婆装成乞丐去周边饭店乞讨泔水回来吃，甚至偷偷把我女儿的奶粉换成过期牛奶。我忍无可忍，却发现惊天秘密，原来老公家族的男丁都有2个老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儿子，快把车子空调关上，妈妈老寒腿，不能吹空调。婆婆在后座大声嚷嚷，非说自己吹空调吹得腿疼腰疼全身疼。我透过玻璃窗向外看，40度的空气蒸腾着白色的烟雾，路面都要着火了。妈，我这里有外套你披上，这天不开空天，在屋里得闷死。梦，你是不是瞧不上妈妈？俺知道自己从乡下过来一股子土味，但是你也不能害俺。俺这腿疼腰疼的毛病，还是小时候冬天背着小东下地落下的毛病。可怜我一辈子辛苦，老了，不想吹空调的自由都没有，我还不如去死呢！啊！婆婆就跟那老乌鸦成精似的，在嚎丧起来，听得人脑人疼。老公小东在旁边安抚地看了我一眼，将空调关上。婆婆看到空调关上，立刻停止嚎丧，颇有些志得意满地炫耀道：“果然是从俺肚皮里爬出来的崽，无论啥时候，俺家小东都得想着俺。”我透过车子的反光镜，看到婆婆那张刻薄的脸上写满了不屑，似乎在对我说：“虽然我儿子跟你结婚了，但他还是得听我的。”我看得心头烦躁，再加上空调关了之后，车内憋闷又燥热，我整个人就跟快要蒸熟的螃蟹一样，浑身都焦躁得要命。小东，你把窗户摇下来，我快闷死了，不准开。咱们现在回老家参加婚礼，把窗户摇下来，人家不就知道咱没开空调吗？年轻人就一点苦也不能吃。想当初俺年轻的时候，40度的天背着小东还下地干活，也没你这么矫情。婆婆嘴上说着不热，身上的花衬衫都被汗水打湿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汗臭味。我扭过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婆婆竟然把鞋子脱掉，露着大脚趾的袜子在车里不断放毒。我当时太阳穴就开始突突地跳。大家要知道，外面是40度的高温，车内绝对不止40度。婆婆又不让开空调，加上婆婆有脚气的汗臭味，车里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。我转过头，气愤地去看小东。小东置身事外，摆明了不想掺和我和婆婆之间的事情。好家伙，你们娘俩不热是吧？这车你们可以待，我可待不了了。正好另一辆车的大姑姐说自己要去服务区上厕所，我们就去服务区凉快。一打开车门，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瞬间让我耳清目明。等大姑姐上了厕所出来，我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。姐，也不知道婆婆跟小东在路上说什么老房拆迁的事情，我也听不懂。你知不知道啊？大姑姐一听老房拆迁4个字，眼睛划的一下就亮了。什么老房拆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等下我们俩换车，我帮你问问。大姑姐这个人比婆婆强一点，她自私自利，又贪小便宜。老公这次回老家参加婚礼只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是老房拆迁的问题。大姑姐觉得自己也是公公的孩子，理所当然分一份。可婆婆能让这外嫁的闺女分她儿子的钱，这娘俩这几天一直斗智斗勇。今天听我说老房拆迁，大姑姐再也坐不住，直接去了小东车上坐。只是不知道他们娘俩能不能受得了。毕竟上车前，我给小东吃了很多婆婆腌的咸豆子，
我估摸着之后的行程肯定很精彩。上了大姑姐的车，是姐夫开车，他是个老实人，不知道当初怎么同意大姑姐。我将耳机戴上，小东车上的行车记录仪，我可以用手机监听。大姑姐一上车就开始抱怨：妈，你怎么不开空调？这么热怎么活？你知道现在油费多贵吗？你是不是傻？那好歹也把窗户打开，滚一边去！赔钱货！谁让你坐这辆车？傻逼玩意！俺提前和你说，老家拆迁的事情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凭什么？我也是爸爸的闺女，我凭什么不能分钱？大姑姐歇斯底里地嚎叫着，我一直没听到小东插话，直到一声清脆悦耳的轰鸣声在车内响起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大姑姐疯了：小东，你是不是吃屎了？怎么放屁这么臭？赶紧把窗户打开，这是高速，不能打开窗户。小东被大姑姐吃屎2个字惹毛，故意不开窗户，然后我就在耳机里不停地听到大的、小的、成串的各种屁声，此起彼伏。大姑姐和婆婆从刚开始的哀嚎、辱骂、嘶吼，到最后的笑声，这中间经历了什么，不言而喻。而我则在舒适的空调车中，听着他们娘仨互相辱骂的声音，陷入沉睡。不是省钱吗？那就省个够！一群傻逼。刚到小东老宅门口，我就看到大姑姐疯了一样从车上跑下来，她一张脸都是青的，刚一开车门就跑到树边，吐得天昏地暗。小东也受不了，当时就跑下来，也抱着另一棵大树，吐得脸色铁青。这个时候，准备结婚的男孩子，也就是小东的堂弟天赐听到动静跑出来，可把你们盼来了，赶紧进屋，茶水空调都准备好了。一听有空调，小东和大姑姐这对姐弟争相恐后的往屋里跑。等我坐在空调屋里，舒服的喝着可乐的时候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浑身都舒服了不少。而我一路都在睡觉的小女儿西西，此时也在屋里跑来跑去，像个小燕子似的。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好像忘记了，是什么呢？忽然我脑子一凉，脱口而出：婆婆呢？小东和大姑姐在听到婆婆2个字的时候，有片刻呆滞，紧着他们慌张地往外跑。婆婆路上睡着，他们下车的时候把婆婆忘了。外面40度的天，婆婆在封闭的车厢里，少说待了也有半个小时。等一群人打开车门，婆婆几乎是爬着从车里出来，原本枯黄的脸色此时苍白无血色。她躺在地上，已经是进的气多出的气少，着急忙慌送到医院。医生说是中暑，再晚来一会，估计性命堪忧。现在需要治疗，先交2000块押金。听到要交钱，所有人都沉默，小东更是目光沉沉地瞧着我。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不就是想让我付钱吗？我就装不知道。小东没忍住：梦梦，你去把钱交了呀。不好意思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我举起手机对他甩了甩：手机没电吗？当然有电，我只是预料到这种情况，直接把手机关机了。小东见此也没说话，从婆婆手指上硬拽下一个金戒指，才往收费室走去。你瞧，就算是亲母子，花钱的时候也要保证自己不吃亏，这就是他们一家人的秉性，冷血、自私又贪得无厌。可惜的是，我竟然到现在才发现他们一家人的真面目。婆婆清醒过来，看到自己金戒指没了，又听说自己中暑花了2000块钱，当着亲朋好友的面，啪嗒给了我一巴掌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你怎么不提醒他们把车门打开？我看你就是灾星，连个男孩
都生不出来，赔钱货。我当时离得最近，被婆婆一打，直接打懵了。身边的女儿西西只有5岁，看到自己妈妈被打，当场冲上去，对着婆婆的手腕就是一口。婆婆吃痛，竟然反手一甩，将我只有5岁的女儿摔倒地上。西西当场摔了额头，痛哭不止。那一瞬间，我手刃这个老妖婆的心都有。一边小东拉着我的手，还在和稀泥：“梦梦，那是我妈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我扭过头，看着小东一脸无所谓的表情，他甚至没有去看看正在嚎啕大哭的女儿。莫名，我对他笑了笑，或许是瞧见我的笑容，小东还以为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。这就对了，他毕竟是长辈，长辈打孩子是疼，是爱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不相爱吗？啊！小东捂着裤裆，身体拱成虾米，疼的那张脸皮紧紧巴巴地皱在一起。你不是说不打不骂不相爱吗？这一脚就是我爱你的证据。或许是我浑身撒法的煞气太重，亲戚没有一个敢上前的，倒是大姑姐分不清事态。你这个泼妇，你敢打我弟弟，滚一边去！你怎么不看看你手上的金镯是不是真的？你亲弟弟偷了，给你换成铜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话就跟闷棍似的，打得大姑姐连话都没说出来，赶紧低头去看自己的金手镯。而婆婆看没人拦我，脸上露出慌张神色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：“你这个破鞋精，二手货！要不是我儿子小东要你，谁会娶你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再过来，我不会放过你！”我直接上前，一把拽掉他正在挂吊水的水瓶，那血喷涌而出，婆婆当即痛呼出声。我一巴掌扇到她脸上，紧接着抄起她的头发，将她丢在地上，把头往地上一撞：“滚你妈的！我是不是说不准动我女儿？你是不是想死？你是不是想死？我今天就搞死你！”我死死撞了3下后，一边的亲戚才争相恐后地向我涌来，强行把我拉开。此时婆婆头上已经出现婴儿拳头大小的疙瘩，我这才稍稍解气。这娘三，一个在地上捂着老二爬不起来，一个不停晃着弟弟的领口让他还钱，还有一个躺在地上辱骂我去死，手上还不停往外喷着血。我抱着已经不哭的女儿，站在不远处冷眼旁观，这一切全都是他们3个人咎由自取。而如今我跟他们回老家，也不过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当年前男友为了前途跟我分手，我赌气嫁给相亲男方小东，当时也没多想，只觉得他是众多追求者中最务实的一个。结婚后才发现，他们的务实简称抠门。平时我上厕所都要严格按照他们娘俩的要求用卫生纸的长度，哪怕我多用1格就要被他们追着念叨好几天。我陪嫁来的空调成了摆设，开空调必然是会被念，说我不懂持家，是个赔钱货。冰箱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剩菜剩饭，我从没吃过新鲜的饭菜，因为婆婆不买菜，冰箱里的饭菜是她伪装成乞丐去周围酒店乞讨的，别人吃剩下的饭菜，可我每个月光是生活费就给了5000块。后来女儿出生，我又添了5000块，就是为了让她手头能宽裕些。可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竟然看到我婆婆一天都不给我闺女换一个尿不湿，还买过期纯牛奶给我闺女喝。我当时气得2眼发昏。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前不久我刚发现小东在外面竟然有私生子，私生子的年纪甚至比我闺女的年纪还要大。他们跟我结婚
就是看中我的条件，而我每个月给的1万块家用，全被他们补贴给小东外面的私生子。那孩子吃的跟个小猪崽子似的，而我闺女瘦的像一只小猫。女儿就是这样，你怎样对我，我都可以为你找借口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我闺女。所以今天我跟他们回了老家，老家老房要拆迁，这笔钱我要给我闺女留着，也算是弥补这些年他们拿着我的钱养外面的孩子。6. 医院里混乱一片，连保安都来了，我直接拉着女儿回了亲戚家。路上小东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给他一个交代。我隔着电话扔下一句话：不想过，干脆离婚。小东当然不肯跟我分手，他舍不得我1个月1万块的零花钱。这件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婆婆当天晚上不顾医生反对，回了亲戚家，对我那是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就开始嚷嚷：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玩意？不过是个跟别人同居8年，被别人抛弃的破鞋，你竟然还敢打俺？你信不信俺让小东跟你离婚？想离婚？行啊，小东，你想离婚吗？小东听他妈这么说，当时脸色就变了，赶紧讨好的对我说：老婆，你别听妈胡咧咧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他赶紧跟他妈使眼色。这老太婆也反应过来，嘴巴一撇没说话。累了一天，吃上饭已经是晚上10点。吃饭的时候，这娘仨还不消停。大姑姐撇着嘴巴，也不知道西西这驴脾气像谁。我们家可没有脾气这么差的人。婆婆在旁边应和：对呀，也不知道随谁。你看小东被我教的多有家教，不像西西赔钱货一个，还没有教养。小东看我没说话，竟然带着胆子挑衅：老婆，不是我说，西西这性子也太没规矩了，怎么能打妈呢？也不知道随了谁。其实我一直纳闷，为什么这一家子就是不记打，非要挑衅我，甚至连小东的叔叔都开始的比的。小东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是这样管教婆娘的。要是我，早就大耳光子扇上去，竟然还敢上桌吃饭。你看我们家的女儿都去灶台炖着吃，哪里像他们这样没规矩，还敢上桌子吃饭。我这才发现，偌大一个圆桌，竟然坐的全是男人，只有我和西西2个女人，就跟个异类似的。就连婆婆跟大姑姐也只是端着碗，里面盛点剩饭，在旁边的小桌子吃。旁边我叫不上名字的男人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当着我闺女的面开说：女人就是天生在下面的命，你让你老婆闺女上桌，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好过？这臭脾气都是你们惯出来的，这饭你们都不想吃了是吧？我将筷子往桌子上一丢，筷子与瓷碗发出清脆的敲打声，听得人耳膜发疼。坐在最中央，年纪最大的小东爷爷开口了：小东媳妇，你也太没规矩了，你本身就是个二手货，要不是我们小东，你这样的在我们乡下都要打断双腿。我看你闺女跟着你也教不了什么好，干脆放到乡下，让你奶奶亲自教。我哗啦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我徒手将偌大一个圆桌掀了个底朝天，热腾腾的饭菜洒在这些男人身上，把他们烫得上蹿下跳，叽哇乱叫。对不起，我脾气不好，一不小心手滑。说完这话，我抱着女儿就往外面走，一边小东的叔叔伸出手想教训我，我身子一侧，他踩着地上的饭菜，直接摔成一个抛物线，躺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。好家伙，老娘是你们这群臭虫能说的！我抱着女儿，当着所有人震惊的眼神，走进家里最好的一间房，扑通将门关上，从里面反锁。
幸好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女儿已经买了东西吃，要不然说不定还真要饿肚子。距离亲戚结婚还有2天的时间，我压根不担心小东会把我怎么样。他在外面的小野种快上小学，他想要我婚前买的那套学区房。这段时间正是讨好我的时候，为了让他上钩，我也假装正在犹豫，说夫妻2个不分彼此，但是又不肯下定决心。所以小东这段时间正在跟我表忠心。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东这傻逼玩意竟然会让小三跟私生子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我面前，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要认私生子做干儿子。好家伙，这是明摆着要打我脸是吧？就是不知道最后打的是谁的脸。那私生子叫念东，6、7岁的样子，吃得浑身肥肉，个头却不高，跟我闺女比起来还稍矮一点。小东在外面的女人叫小春，年纪30岁左右，长得一般，属于淹没在人群中都看不见的那种。念东脾气极为暴躁，看到小东抱着我女儿，当场翻脸，龇牙咧嘴的上前，一头撞向小东的腰。你把他放下来，你是我一个人的爸爸，你把他放下来，我弄死他。西西被吓得嗷嗷大哭，我赶紧把孩子搂在怀里。小东死死搂住私生子，不停向我解释，这孩子从小没爸爸，我对他好点，他就认为是我爸爸。老婆，你别多想。我含着脸点点头。小东满脸愤怒地对一边的小春吼道，还不赶紧过来拉着孩子，你瞧你天天哭丧个脸，像什么玩意？小东就是被你这样的娘教坏的。小春低着头一言不发，连拖带拽把孩子拖出去。我亲眼看到念东那孩子一口要在小春手臂上，那样子好像小春不是他妈妈，而是他的仇人。看到这里，我有些反感，这孩子被宠得无法无天，估计要惹祸。但我没想到，这孩子的第一把火竟然是烧在我头上。西西出去玩，我正在处理工作，只听到西西嗷一嗓子，我心头一慌，赶紧跑出去查看。眼前这一幕直接把我天灵盖都要掀翻。念东这个小畜生将我女儿死死压在地上，一只手压住喉咙，一只手去撕女儿身上的衣服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我妈说了，你妈是个骚货，不要脸的小三，你就是小三的女儿，也是个骚货。我不准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，这衣服是我爸爸的钱买的，只能给我。我亲眼看到西西的眼睛开始翻白眼，已经开始喘不过气，小脸涨成青紫色。我立刻冲上去，一把将小畜生丢在一边，抱着我闺女，不断给她顺气。小畜生被我丢在一边，还想扑上来反手，但说什么他也只是6岁的小孩子。我随手抄起院子里的铁锹，对着他的头劈过去。小畜生当时脸都吓白了，一边他妈妈飞扑出来，将小畜生拉到一边。他再晚一步，这铁锹就要落在小畜生头上。小春当场吼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只是孩子之间的玩闹，你至于下死手吗？”说实话，我跑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小春在一边站着，他对自己儿子欺负我闺女的事情冷眼旁观。我拿铁锹也只是吓唬一下，我料定小春会冲出来，要不然这铁锹也不会等小春扑上来才落地。小春的嘴跟机关枪似的叭叭个不停。真说起来，念东还算是你闺女的哥哥，你真是个心狠手辣的泼妇，就只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，至于这样吗？对不起，我闺女是独生女，她还就真没有哥哥。你有一件事说对了，我就是个泼妇，谁要敢动我闺女，我就让她死。我的眼睛几乎要蹦出火花，
那一个死字是从我喉咙里撕咬着跑出来，惊得小春也是一愣。而这个时候，婆婆从里屋跑出来，死死抱住念东，嘴里念叨个不停：“我的好孙孙，奶奶的好孙孙，你哭的奶奶心都要碎了，你这是咋了？”念东以为有人给自己撑腰，梗着脖子告状：“奶，就是这个臭女人打我，你给我报仇。”奶，念东指着我的脸，婆婆顺着她的手指看到满脸凶神恶煞的我，当即噤声。这2天，她在我手上吃了不少苦头，现在还真有点怕我。瞧见婆婆不帮她出气，念东更是怒不可遏，当场对着婆婆的胳膊就是一口。这一口可不轻，我已经看到念东嘴巴开始往外渗血，那血是谁的不言而喻。念东散了气，一溜烟跑了。倒是小春哭坐在地上开始哭，一边哭一边嚎丧：“我真是命苦，我还不如一头扎井里死了。我老公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结婚生子，明明我才是明媒正娶8抬大轿抬回来的，可如今我儿子成了私生子，我成了小三，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被人欺负，无处申冤，我还不如抱着孩子一起去死，也好过在这世上受委屈。”小东从屋里跑出来，正看到这一幕，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，我直接截了他的话说：“她说她老公在城里和别人结婚生子。小东，你在这村里活了这么多年，她老公是谁？你说出来让我乐呵乐呵。”原本还打算帮小春说2句话的小东，此时一张脸不上不下，就跟便秘1个月拉不出屎一样。他肯定说不出小春的老公是谁，因为小春的老公就是他自己。这几天闹剧已经够多了，我心里烦躁的不行，只想赶紧把这些事情了，带我闺女回家。而到这里，我也明白了一件事：小东和小春早些年就在村里摆酒结过婚了。村里这些人明知道小东结过婚，看到我的时候还选择缄默，显然他们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。这样道德败坏的家族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当天晚上，我抱着熟睡的西西去了大姑姐房间。如今，我是一点也不敢让西西离开我的视线。大姑姐看到我来，脸色有些不好看。她穿着艳红色吊带睡裙，嘴巴抹得跟吃死孩子似的。而姐夫坐在床边的茶几上，衣冠整齐，显然是不想上床。而大姑姐那副便秘的样子，估摸着是在埋怨我打扰了他们的好事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来我屋里干什么？姐，我有一件事心里总觉得不公平，什么事不能白天说，非要大半夜的说？大姑姐脸色极为难看。姐，咱家老房拆迁，大概能分100万，可今天婆婆跟我说，要把念东过继给小东，怕小东下半辈子没孩子。姐，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女，从小没经过这种事，这孩子给小东之后，拆迁款是不是也得分给念东？我这话刚一落地，就听到大姑姐骂骂咧咧：“放他娘的屁！凭什么给他一个私生子？”她接下来想说什么，嘴巴却紧紧闭上。姐，这房子是爸临死前留下的，按理说有你的，有小东，也有婆婆的，但是我听婆婆的意思，好像要把房子全都给念东。我不是图这点钱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大姑姐那张脸立刻就变得很难看，当时就翻了脸：“滚他娘的狗屁！凭什么全给那个小猪崽子？小东把我的金镯子偷偷卖了，我还没找他事，现在还要分我的钱，门都没有！”我立刻两眼朦胧，崇拜地看着大姑姐，顺便从包里掏出一个金镯子。姐，这镯子是婆婆给我的，她说金镯子给我，
我就得同意过继这事。但我不想同意，正好小东欠你一个镯子，这镯子今天我给你，姐这事就只能靠你了。你也知道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事，心慌得厉害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跟你一国，到时候力挺你。这镯子当然是假的，是我仿照婆婆的款式自己打的。大姑姐手上摸着镯子，听我这么说，满眼瞧不上。你们这些大学生脑子里都是大便，看着平时耀武扬威，关键时刻不是还得靠我？你等着吧，这事我不会答应。我看着大姑姐一副气愤填膺的模样，心里明白这事成了一半了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也为了安抚小春母子，婆婆第二天一大早就开祠堂，要把念东过继给小东。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也没给我们老方家生个香火，小东没跟你离婚，你已经要感恩戴德。现在我做主，把念东过继给你们夫妻俩做儿子，将来也算有个依靠。婆婆说的冠冕堂皇，一副为我好的样子。过继可以，但是要说好，老房拆迁款该我闺女的那一半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想得美，那就是个丫头片子，凭什么给她？小春冲出来对我嚷嚷道：念东才是长房嫡子，那钱就得他拿完。我都不用说话，大姑姐就冲出来：滚你妈的臭白腰子，我们家那里有你说话的份，这钱就是上法院有也得平分，也得有我一份。你一个嫁出去的赔钱货，凭什么回来分老家的房子？小春不甘示弱，捂着脸冲大姑姐吼道：我嫁出去也是老方家的种，倒是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嚷嚷？你跟我们老方家有什么关系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当初还不是你让你老公出去找有钱人结婚，好，每个月给你钱花，你现在跟着冲什么大尾巴狼？我看着都恶心。大姑姐上前又给他一巴掌，小春也不知道为啥，竟然一句不吭。婆婆当场拍了桌子：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就得听我的，钱都给念东，将来他是小东的香火，这钱不给他给谁？小东听这话，满脸不敢置信：妈，我还没死呢，这钱不是说好给我，为什么现在又给念东？婆婆转过头，恨铁不成钢地瞅了她一眼：这钱由我帮念东保管，将来凭什么给你？我是念东的妈妈，这钱得我拿着。小春又出来吼道：这娘们纯属又怂又菜又爱玩，在场所有人都搞不过，却偏偏非要做出头鸟。场内的气氛陡然间剑拔弩张，就跟有100只鸭子嘎嘎叫一样。大姑姐跟小春扭打在一起，念东扑上去帮妈妈，小东跟婆婆吵得不可开交，口水都能喷到对方脸上。就在众人要开启群架模式的时候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臭鸡蛋味，不知道是谁放了一个响屁，而这个屁就跟开闸放水一样，屋内所有人都捂着肚子开始放毒气弹。我立刻拉着闺女往外面跑，而他们你推我搡，争相恐后往唯一一个厕所跑。最先跑进去的是大姑姐，里面立刻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而其他人不停拍打这厕所门：赶紧开门，我要进去拉屎！开门！大姑姐肯定是不能开门，她此刻的肚子翻江倒海，就跟哪吒闹海似的，场面有些控制不住。已经有人在院子里扒裤子现场拉屎，还有3个大老爷们直接拆了厕所门，把正在拉屎的大姑姐扯出来。现在已经分不了男女，有人已经拉裤兜子了。我心里乐得跟开了花似的，捂着闺女的眼睛，站在大门口看得津津有味。最后实在是味道冲天，才拉着闺女离开。他们的饭菜里
被我放了泻药，这群人没一个能幸免。等场面控制住，已经是当天晚上10点，过继的事情不了了之，倒是我主动去了小东房间。今天妈说的事情，我考虑了一下，觉得他偏心。小东趴在桌子上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他话里话外要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，我觉得是想贴补大姑姐。不可能，妈最讨厌姐。小东满脸不信：“那你就错了，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，我偷偷看了，大姐手上的金镯子换了，是妈的。”我觉得这都是障眼法。小东被我这么一说，有些沉默。我掏出手机让他看，果然大姑姐手腕上的金镯子换了款式，婆婆手上也戴过这个。小东没说话，但我只逗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，说来说去还是咱们是一家人。小东那间老房子不是你的名字吗？凭什么要给大姑姐和婆婆？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就要给你呀。说是这么说，我这么做妈也不同意呀。小东，为了咱俩的未来，我愿意做这个恶人。咱俩假离婚，签协议的时候，你把房子无条件给我，到时候拆迁款归我，还不是你的吗？小东从床上坐起来，那不行，到时候你要是拿着钱跑了，我怎么办？我那套学区房在协议上标注加你的名字，我真要拿钱跑了，你也不亏不是吗？小东听我这么说，果然眼珠子滴溜溜开始转。他想我的学区房不是1天2天能了，再说老房也就是100万，学区房得翻好几倍，他是赚还是亏，自己心里明白。事不宜迟，当天晚上，我开车拉他去了城里，把离婚协议签了。看到小东的名字出现在离婚协议上，我心里一块大石头立刻落地。回到老家，所有人都疲惫地睡去。小东解决了一件烦心事，也倒头就睡。我带着姑娘，拿着离婚协议书，驱车离开，目的达到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顺便我还送给方氏家族一个大礼物，明天就让他们拭目以待吧。第2天是小东堂弟的结婚大喜日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却在宣誓的时候出了问题。本应该播放新人甜蜜往事的大屏幕，经常播放了小东堂弟结婚的视频。这本来没什么特别，但特比的是，新娘是小东堂弟，但是新娘另有其人。堂弟的新娘当场翻脸，带着娘家人怒不可遏地离开。而这段视频最后还有我录的声音，这是小东送给你的礼物。他说：“凭什么你找的老婆比他找的老婆有钱？”堂弟那张脸几乎可以用青子来形容，直接跟小东扭打在一起。我早就找人调查得知，小东这个家族，男人就是天，他们会在老家给男人娶一个好控制的乡下婆娘生男孩，在城里娶一个城里有钱的姑娘做法律上的妻子。乡下婆娘看着自己男人拿钱回来，基本没什么怨言，而在城里的妻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男人在老家早就结过婚，更是掏心掏肺的付出。等把城里媳妇掏空，他们就会离婚，转移到下一个对象。目前光是我知道的，已经有3个方家男人做了这样的事情。我用小东的手机分别给这些男人的城里媳妇发了视频，至于他们后面会怎么样，那就不是我考虑的了。回了城里，我就立刻以重婚罪起诉小东，并拿出小东跟念东的亲子鉴定证书。小东被判入狱3年，我的离婚起诉胜利，没有冷静期，加上小东签署的离婚协议，老房拆迁的时候，我只跟政府要了80万，这钱很快打到我的账户上。至于小东说的学区房，不好意思，学区房早就被我抵押出去套现，
剩下的也不过是个空壳子，判给小东也无妨。而婆婆一家人在老家名声彻底坏掉，他们都觉得是小东故意破坏他们的好事。尤其在城里媳妇一个又一个以重婚为罪名，把家里的男丁送上法院后，婆婆更是如履薄冰，最后也不知道是别人故意的，还是她狡猾。下雨的时候，竟然跑到小春家，非要把念东抱回自己家养。二人争执间失足落到路边的小河，命虽然保住，但是因为缺氧，下半身瘫痪了。小春带着念东不及踪影，据说是跟人跑了。而大姑姐也被姐夫起诉离婚，她看着半身不遂的婆婆，根本不会管。小时候婆婆就对她非打即骂，现在婆婆瘫痪，她只有拍手称快的份。而我拿着学区房套现的钱，以及老家拆迁的80万，带着我闺女回老家跟父母团聚。这辈子我不打算结婚了，婚姻也就是那么一回事。但我会告诉我姑娘，让她永远不要为了一时意气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。婚姻是女人2次投胎的机会，投得好了一辈子幸福，投不好了，即使离婚也要扒掉一层皮。望周知谨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